撒迦利亚书来到大结局啦，14章最后这几节完全就是大结为彩蛋。你以为末日只有恐怖、战争、僵尸场景？ No No No， 神最后竟然安排一场庆典，这转折是不是有点大？前面还在打仗，后面突然变成嘉年华会，好像看行尸走肉，结果最后5分钟变迪士尼乐园烟火秀。第16节说，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棚节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这些原本是敌人的人，活下来之后竟然被邀请来参加住棚节，这很像什么？就好像昨天你才在球场上跟对手打得你死我活，结果今天裁判宣布比赛结束，大家一起去烤肉派对。住棚节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人1年1度最热闹的节日，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。重点是那是一个感恩、喜乐、全民同欢的节日。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超猛讯息，末日审判后的结局不是冷冰冰的废墟，而是全民同乐的敬拜庆典。不过神也不是在办免费音乐季哦。第17节讲得很直白，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这什么意思？简单讲就是不来参加，不给你下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硬要缺席，就准备好经济干旱吧。这画面其实很妙，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去总部报到，就像员工每年都要参加尾牙一样，缺席就会被扣奖金。只是这里不是扣奖金，而是不下雨。尤其第18到19节特别点明，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。你知道为什么特别讲埃及吗？因为埃及本来就不怎么靠雨水，他们靠尼罗河。神等于在说，你别以为你有 Plan B， 我有办法让你 Plan B 也破产。这逻辑真的太霸气了。接下来第20到21节真的超酷。经文说，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，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，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。各位，你有没有听懂？意思就是以后连马铃铛这种生活小物上面都会刻归耶和华为圣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世界里，你的马桶、你的 iPhone、你的便当盒，通通上面刻着属耶和华。哇，这画面真的是超级震撼，因为这代表敬拜神不是只发生在圣殿里，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节。煮饭的锅子跟献祭的碗一样圣洁，日常的工具都成了敬拜的器皿，这就是生活即敬拜。而最后一句更直接，那日必不再有迦南人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。意思就是所有的杂质、败坏、假冒的东西全都被清掉，神的殿彻底纯净。撒迦利亚书最后几节给我们一个超惊人的结局：一，末日不是结束，而是庆典开始，敌人变朝圣者，世界一起守住棚节。二，不敬拜就没有祝福，神的国不是随你高兴，不是有权威有秩序。三，全地都成圣殿，不只是宗教空间，连生活细节都被神渗透，彻底更新。这样的画面超越我们对末日的想象。原本你以为末日只有完蛋，结果神说错，末日以后是派对，是圣洁，是全新的秩序。